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出击冰封》。我录制的是 PC 的版本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小的时候玩过街机版。实际上呢，本作移植到了大量的主机平台，甚至包括个人电脑。那既然是冰封，铃铛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铃铛呢，本作类型比较丰富，包括了白色的双向子弹、蓝色的加速、绿色的分身、红色的保护罩、黑色的是减速，另外还有一个紫色的，它是给你尾部提供一个护盾。值得一提的是红色的这个保护罩啊，你捡到之后它会变得很大，整个这个保护罩都是着弹面积，所以说最大的形态呢维持不了多久，这个保护罩会被越打越小啊。所以说当你刚刚吃到这个保护罩的时候，刚刚套上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操作起来不大舒服。虽然呢它比较安全，但是你戴着的时候不是很舒服。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来取舍了，你到底是戴还是不戴，是追求刺激还是追求安全。现在这个保护罩已经比刚刚戴上的时候呢小了一圈了。那有些情况呢，你就需要考虑，可能 BOSS 之前呢，你会故意的把这个罩给撞掉，然后呢再戴一个新的，这样打 BOSS 的时候就可以浪一点了，是吧？可以冲刺。本作的剧情呢发生在初代之后，其实本作还引入了一个概念，就是冰封是有驾驶员的。因为小的时候玩冰封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咱们的冰封是一种飞行器啊，一直以为自己控制的就是两只蜜蜂。那这个版本呢引入了两位驾驶员，一批的呢叫做莱特，二批的叫做帕斯戴尔。当然了，这是音译啊，意译的话就是阿光和粉彩。另外呢还引入了一个伙伴的角色，是一个绿色的飞行器，叫做格温比。咱们在打地面敌人的时候可能会爆出这个道具啊，包括了3项的子弹，还有奖命、分数以及伙伴格温比等等。那格温比呢，就是你在单人玩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和他手拉手，弥补一下你火力的不足啊。这个道具引入的还是不错的。出击冰封呢，一共是有7关，街机版有7关。PC 的版本呢是一个移植版，它的文件入目不大，而且骨子里呢其实 PC 啊是一个8位机，所以说移植的时候呢砍掉了一个关卡，这个关卡就是第6关。咱们来到了第1关的 BOSS， 第1关的战场呢叫做风之谷，这个 BOSS 叫做机甲蟹。既然是第1个 BOSS， 肯定是不太强。但是呢，因为咱们的保护罩比较大呀，还是把咱们的保护罩打小了很多。好的，这样过了第1关。过场动画里的就是冰封，还有他的驾驶员阿光。来到了第2关，第2关的战场叫做云海 ，BOSS 呢叫做飞行鬼船。本关可以看见很多讨厌的企鹅呀。包括最后的飞船都是企鹅驾驶的。好的，捡到了伙伴啊，绿色的呢就是格温比。捡到之后呢，在你们2个手拉手的位置会发出绿色的这种镰刀一样的攻击，这个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。那另外呢，如果你捡到了3项子弹，这个镰刀啊还会变成3项，比较好用。我的保护罩应该是浪没了呀，那我还带不带了呢？有铃铛再说吧。而且你带着保护罩的时候，最开始吃到的时候是最大的呀。
那到最后的时候呢，最后那层是最小的。其实最小的时候你反而更舒服，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东西它越大越好啊，小呢也有小的优势。这款游戏的敌人很多都是食物，还有小动物，这可能也是系列的特色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本，能够看见大萝卜，还有草莓等等。第3关好像还有面包蟹，但是那个时候呢，我不认识什么叫面包蟹，就以为是螃蟹呢。这款游戏的剧情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初代之后，主人公一行呢正在度假，但是收到了梅尔星星梅洛拉公主的求救。他表示呢，他们的星球被外星人伊娃入侵了。那咱们主人公的目的呢，就是打败伊娃，救出梅洛拉公主。剧情很简单了，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瞧冰封系列的内涵啊。因为冰封呢，实际上还出过 RPG 游戏，剧情做的也是不错的。可能很多小伙伴没玩过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没玩过，知道就成了。因为这款游戏呢也没有汉化 ，RPG 游戏如果没汉化的话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是玩不了的呀。那我小的时候呢，没少啃日文的游戏，包括了战棋，包括 RPG 等等。RPG 游戏如果玩不下去的话，就使用2个大招。第一个大招呢，就是和所有的人对话；第二个大招呢，就是把所有的道具都用一遍。咱们现在打的就是第2关的 BOSS 飞行鬼船。这个鬼船的本体其实非常脆啊，但是呢，打起来流程比较长，它有很多阶段。好的，这是最后一个阶段了，咱们需要从这儿上去啊。那正常情况呢，咱们应该从左边上去，然后从右边退下来。但实际上呢，咱们从左边也是可以退下来的啊。就是这个通道虽然很窄，但是呢，你从这儿进去了，你要从这儿往后退，对吧？意思大家懂了吧？就虽然时间上呢可能是比较紧张，但是呢咱们还是尽量在这一个通道里往返。刚刚过场动画的就是2P 的驾驶员粉彩，希望我能再打出来一个红绫的。好的，好像刚刚吃到红绫的呢，就中了2到3发子弹啊！这个保护罩瞬间就缩小了一圈。好在它比较结实，这个很厚，不是超薄的。带着吧，反正安全一点。咱们要战斗的流程还比较长。想要通关的话，至少20分钟左右。刚刚左右两侧的，这是小章鱼还是鱿鱼啊？就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玩的冰封第3关的螃蟹。咱们来到了第3关空中堡垒，这关的 BOSS 呢叫做风车男。可能很多小伙伴不理解，说大叔为什么你玩这些游戏，你对游戏的背景故事了解的这么清楚，甚至每一个关卡的战场叫什么名字， BOSS 叫什么名字你也知道。其实呢，我录制视频嘛，就是想多给大家找一些资料，包括剧情，包括一些背景的设定、人物等等，这样可能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游戏。毕竟啊，咱们小的时候玩，根本就不懂这些呀。即使是你想懂，你也没地方找这些资料，不像现在啊，信息时代，你想找什么很容易啊。
甚至啊，我找到的很多资料呢是英文的或者日文的，那我只要使用翻译软件翻译一下，然后自己呢理解一下就差不多了。所以说，真的感谢这个时代啊，让咱们能够再次回忆小的时候玩的这些经典游戏。这关能够看见敌人有萝卜，那我记得萝卜的话是红白机版的冰封第一关最普通的敌人了。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游戏的加分机制啊。那想要取得高分呢，有几点需要注意。首先啊，你就是不要遗漏，该打的敌人呢都打掉。你像这样一波敌人出来，打完之后呢，有1000分的额外的加分。另外，来分最快的一个途径就是铃铛了。这种黄色的铃铛，你只要别掉，持续的吃，它会不停的往上加分的。加到最后呢，每吃一个铃铛是10000分，这个很高了。这就是第3关的 BOSS 风车男，慢慢打他吧。你打他边上的风车呢，它会旋转，他把弱点转过来的时候，打他是比较疼的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款游戏的难度还不算高。其实真正的难点啊，在2周目，2周目的难度会提升，但是2周目的难度呢，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啊，这个大家理解一下。咱们就是把整个游戏的流程回顾一遍就完事儿了。好，这位呢就是公主，梅尔行星的梅洛拉公主，就是她发出的求救信号。有些小伙伴表示，我想要看2周目啊，2周目和1周目一样的，就是难度稍高嘛。我的保护罩又掉了，刚刚差一发，所以呢我就把它撞掉，然后呢咱们争取再打出一个红的，重置一下，换一个带。可能流程当中呢，大家也看出来了，我没有追求高分啊。那这就是咱们这些普通玩家和高手的区别。高手玩这款游戏的话呢，那肯定追求什么无伤，或者是默认子弹通关，或者呢是没有遗漏就取得最高分。那咱们普通玩家的话，通关就可以了。保护罩我又捡到了。蓝色的铃铛我不能再吃了，再吃真的是太快了。到我这个年纪啊，这么快就太过于刺激。所以说，如果刚刚我吃到了那个蓝铃铛，那我就要琢磨什么时候吃个黑的了，把节奏降下来啊，让这个时间呢长一点，节奏舒缓一点。不是什么事情呢快都是好的，对吧？这里应该是离 BOSS 战不远了吧？第4关的战场呢叫做死亡谷，咱们可以在地图上看见，下方有很多非常高耸的悬崖。本关的 BOSS 叫做魔苍。这家伙最恶心的地方就是他的3连闪电啊，看起来是一个 UFO， 有2个触手。这闪电也太溜了，他好像只需要1次蓄力啊，就可以一键3连，羡慕啊！变色了。好的，其实它很脆啊，而且呢，它蓄力的闪电在中间是有间隙的，咱们能够躲开。男女主人公的合影啊。好的，咱们来到了第5关，第5关的战场叫做地下水喷泉。这关的 BOSS 极具个性啊，一会儿打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。
我又换了一个袋，我的天啊，这我已经换了几个了？换了一个保护罩，4、5个了吧？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老而弥坚啊，是吧？那前一阵子给大家录制过一款游戏，叫做《吉姆鲍尔失落维度》。最开始录制的呢是红白机版，大家都觉得画面不错，想看16位的版本。那给大家录制16位版本的时候，就出现状况了。很多人表示这个画面真的看不了啊，因为那款游戏呢是一个多重的卷轴，背景呢大概有3层，并且呢移动的方向还不大一致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凌乱。这样有些小伙伴就受不了了，就看了3分钟啊就想吐了。我在那玩啊，我都没说要吐呢，你们看着视频的竟然要吐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身体啊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了。没想到我还是比较硬实的那个。那地面呢打出来的星星是一个全屏的攻击，但是这个攻击啊它不是清屏，它是全屏进行大概1次子弹的伤害，这个真的弱爆了呀！这关的敌人有菜刀，我记得小的时候玩的版本呢，敌人方面还有电饭锅，还有碗和盘子。好的 ，BOSS 战机械蠕虫。这个蠕虫呢3种形态，它的名字啊叫做红色机械蠕虫，但是出来的时候是绿的，因为它后边呢还会变身，最后呢变成红色的。现在它黄了，发射的子弹变成了激光，就在我面前搞黄色啊。好的，变红。咱们利用的呢就是蓄力攻击的尾部。可以刮到它，这样其实伤害也很高。那它最后吐出来的蓝色子弹呢是有跟踪效果的，但是可以利用咱们的子弹清掉。之前的呢是清不掉的。刚刚能够看见男女主人公呢在度假。就是这个时候呢，收到的公主的救援信号。这里呢，咱们来到了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的战场叫做地下城 ，BOSS 就是外星人伊娃了。砍掉的那关呢是第6关。第6关的战场是伊娃神庙，里面有一个 BOSS 叫做贵金属。贵金属呢几乎就是神庙本身啊，它飞起来了啊！这里啊我没有背板，这里其实是应该蓄力的啊，我没有背板，所以说到这儿手忙脚乱。那咱们带的这个罩罩啊就交了，对面突然发力，咱们就交了。这人家平 A 了一下，咱们就交大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再去捡一个红铃铛吧。这种蓝色的玻璃板，你打一下之后呢，它会快速的下落的。但是刚刚这个玻璃板，我真的想起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飞行射击游戏。我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小伙伴还有印象，那款游戏叫做《铁板阵》。我玩过街机版。还玩过红白机的版本，红白机版呢一般在盒卡里出现啊。街机版的话，我记得我是80年代末期我玩到的，很早很早的一批街机游戏了。那个时候觉得太难了。好的，这就是 BOSS 伊娃了。那伊娃的话呢，咱们现在打它是它的外壳吧，因为本身呢它是一个大脑的形状，非常的脆啊。它只有凭借这种外壳来保护自己。好的，打完
这样咱们就通关了呀。它的载具爆炸了，这样呢，主人公一行救出了梅洛拉公主，拯救了梅尔行星。这里公主说的惑星，那日文里惑星就是行星的意思啊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经典的飞行世界游戏《出击冰封》PCE 的版本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